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你好，是大学同学吗？对，大学同学，现在是大二。大二。对。啊，大一就开始了是吧？对，我们是大一认识的。怎么今儿这都这情绪啊？今年主要是我要来这边的，因为我们在一起才半年，但是我们的问题很多。哦。我最不能接受的他一个问题是，在最开始我们刚接触的时候不太熟悉，他给我的感觉，给所有大家朋友们的感觉都是乐观开朗、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女孩。啊！可是当我真正的跟她谈恋爱、跟她在一起以后，我发现她内心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，她总喜欢把自己藏起来，就是喜欢独处。然后呢，就只要她心情不好或者生气什么的，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她。人家想自己独处一下，没什么不好啊。你总是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几千条，我回都回不过来。我觉得我头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几千条。对，他从早上到晚上不停地在问我在哪儿，在干什么。而且因为这件事情，我的室友都已经跟我说了好几次了。我不回他消息，晚上就一直给我打电话，很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。我承认我的确没什么安全感，但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我就喜欢想跟你聊天，就是正是因为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才会想要一直知道你的消息。你不回我的话，我就会想很多呀。你为什么总是猜疑我呢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就在寝室啊。你要是不曾经有那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会猜疑你吗？我是什么事儿啊？说的这么邪乎。有一回他们宿舍6个室友，女生嘛，他们想要去 KTV， 他告诉我说非得就是半夜去。然后我想6个女孩长得又这么好看，半夜去肯定不安全。我当时就直接心里想着说，那咱能不能不要跟他们一起去？你当时跟我说的是，我不能去，你没有问我，你没有争取我的意见。那我就算说不能去，那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后来呢？我跟他说，咱不去吧。他答应我，答应的可好。他说，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去，你突然跟我说我不能去，我能高兴吗？他们都已经要走了。那你既然已经这么坚决了，你为什么当时还要答应我说我不去了，然后后来偷偷背着我去？那你想想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宿舍，我不害怕吗？你害怕我不能陪着你吗？打电话打到睡着不行吗？那我自己一个人，我心情也不好呀。我自己在寝室，我肯定会很烦躁，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去，你不让我去。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做出取舍呀。我有同学要聚会的话，如果有女生很晚的话，我就直接跟他们讲我不去了。你既然选择了跟我在一起，你不应该放弃一些事情吗？我都愿意为你放弃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做出一些放弃呢？对，先不讲道理啊，先把事儿说完。然后呢？后来呢？我怎么发现了吗？他那个朋友就发朋友圈嘛，就发了一个小视频，一不小心又录到了他，就让我发现了。我觉得2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从此你就不信任他了？对，从此只要他不回微信，我就觉得他有他骗你是吧？对，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，但是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坎儿啊。然后我也不能理解他总是对我有很大的挑剔。我们平常出去吃饭，然后有一次就是他把账给结了，然后后来第2次吃饭，可能我付的钱要比上一次多点，然后他非要把那个多出来的钱给我，就几十块钱，我不太理解这种行为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那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那钱都是咱们都是学生，那钱都是大多是父母给，要么或者是干兼职，什么的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咱们作为学生，我觉得分摊这种消费的话，作为男生，是一种很绅士的行为吧。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不应该这样做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回报我，不一定要给我钱，你可以给我买东西啊，送我小礼物都可以，但是我接受不了这种做法。你喜欢的礼物不都什么口红、化妆品都很贵，我送你那种便宜的礼物，你又不喜欢。我并不会因为这件礼物它的贵重或者就不喜欢它，我觉得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会很开心。我也其实挺好奇的哈，其实这个习惯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听明白了吗？谈恋爱的时候你请一顿，我回请一顿嘛，这个方式不已经很好了吗？我送他，假如说送他一个300、400块钱的礼物，他知道我喜欢球鞋，他就给我买那种1000把块钱的球鞋，我又觉得他花很多钱，我心疼他，我想要把钱补给他。我补给他以后，他又生气。
然后我们送礼物。我想给你买什么东西是我的自由吧，我喜欢，我想，我愿意。那我给你钱，你为什么要很难受呢？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钱给我呢？女生是接受不了。对，女生觉得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这样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最直接、我最不能接受的方式？是这意思吧？他要给我转账，你知道吗？我受不了，我接受不了这样。我是那种我会想很多的人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互相送礼物成了我们两个的负担。我觉得他总是想太多了。哎呀，我原来跟我前男友都没有这种情况。你又过提前男友，你就是忘不了他吧？你是不是跟你前男友现在还有联系？我俩现在只是朋友，是好朋友还是朋友？好朋友吧。那你说你是他是你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跟他聊天？你害怕我知道吗？就那一次。我怎么背着你跟他聊天啊？就那一次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你把手机搁我那儿，你说你去厕所，那刚好一个短信就发过来了。我平时也大大咧咧的，也不翻你手机，然后那声音一响，我就看了一眼。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的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，但里面的内容吓了我一跳。里面说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是不是又和你小男朋友出去了？这一看就是你前男友给你发的消息。我俩就很正常的聊天，有什么？那你为什么有时候对我都爱答不理，你要跟他一起聊天？我觉得他够了解我呀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而且我觉得我跟你没有什么话说。我跟你解释。不要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呀！啊，姑娘问问啊，跟前男友为什么分手啊？异地。还怀念是吧？不舍。有些吧。而且我一直觉得我还而且呢，傻小子还而且呢啊！你说吧，啊，我就在感觉跟他在和他的这段感情中，我觉得我像是他前男友的一个替代品。他总是会给我讲他跟他前男友以前做的很开心的事情，就让我心里听着就特别不是滋味。
然后就是，哎，我直白点问啊，你现在有没有喜欢上这小子？有。啊，但是心里还有前男友是吧？就是等于前情也没断干净，现在呢，随着这个相处，可能也有一些。让你们俩做一次选择，你是跟这小子走，还是跟前男友走？跟他吧。为什么是跟他走呢？因为我觉得，那段感情已经结束了，就不要再回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结果，就是前男友和他可能俩人都走了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一个年轻的姑娘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自己给自己想象和树立，或者叫建立起来的一种所谓情感的一个模式，或者叫一个城市啊。前男友我们没请来啊，不会请来前男友的，我只是举个例子。所以当他说选择你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替你高兴呢，还是该替你们的这个情感悲伤，还是该替这个姑娘悲伤，听一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，好吧？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老师，分手吧。一会儿别出来了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的妈呀！我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。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。没有办法处理好两钱关系的情侣是没有办法向前的。两钱，第一就是你们的经济观念。第二就是前任的问题，他心里现在装着别人，你是住不进去的。有问题的时候要向那个男生沟通和请教嘛。你打电话来我不接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话和你说。这些都是他刚才一字不差的讲给我们听的。他为什么和你提分手？就是他刚才讲到的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开始了这段恋情。我觉得姑娘这样啊，我们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的。你跟前男友可能确实非常深爱过，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分开了，你心里还有他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你不能祸害其他人。处理好上面一段感情，才可以开始下面一段感情，是对自己的负责任，是对另一半的公平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男孩子啊？对他公平吗？这样，我非常感谢你的坦诚，因为很多女生即使她是这样想、这样做的，但是她不敢承认。你今天在舞台上大大方方的承认了，很好，那么就放彼此一条生路，你也不要出来了，好吗？然后再也不要回来找他。处理好自己前段的感情之后，
我们再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徐总，我觉得女生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借我们这舞台向前男友表白。我心里依然还有你，对方一定接收到啊。我不相信你前男友现在那段恋情也能健健康康的持续下去，因为他明知道你有男朋友，明知道你们的沟通有些是过界的，而你其实你所有现在的林林总总的纠结，就来自于一个字儿：太贪了。你既贪图前男友能满足你真正喜爱的那种感觉，对面这男孩只能是给你陪伴、照顾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。如果你真的想和前男友复合的话，大大方方的去追呀，但前提是先把这段恋情给结了，否则你就是做错的人了。你不要假装自己真的会喜欢上，甚至爱他，不是的，因为他所有的受伤害你都熟视无睹，而真正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个他，才是你真正牵挂的人。做人不能这么贪啊，明白吗？爱不爱一个人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爱他，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，以贪婪为出发点的占有，这就是你的错了，好吗？其实男生啊，我从你身上我看不到你被伤害的那种疼，你对这段恋情其实也是看得很轻的。我不相信在半年时间内，经过了4、5次的复合，还伤得不够深。你根本不爱这个女孩，你只是在一起时显示出你占有她的那点权利嘛。所以说，尽快结束你们这段恋情吧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不是恋情，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玩玩闹闹而已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莎娜老师，你俩呀，就是那个话说的叫什么？寂寞的时候才想你，而不是想你的时候才寂寞。都很准确，就是个 bug。共同度过失恋之后的疗伤期，彼此给彼此慰藉。你，姑娘，不爱前任也不爱现任，前任为什么现在你还跟他联系呢？因为是怀念。现任为什么在一起呢？因为享受那种被关心的感觉，我又可以置之不理。你一定在上一段感情当中是付出型的，对不对？在上一段感情当中，你跟你的前男友，你肯定是追着他跑的。而现在你放不下现在这任男朋友，是因为你没有享受过这种被人追着跑的感觉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最好的选择是放下前任，也放掉现任，重新开始。对男生来说，我觉得也确实是你没有多爱他，因为一个男人如果真的很深爱一个女人的话，他是坚决容忍不了他心中还装着前男友的。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什么呀？我想要征服，我不服气，凭什么就忘不掉你前男友啊？当你真正的做到在他心里面占满他全部的心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这场游戏也结束了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候的状态和时机都不太对，也就没必要再纠结了，尽早的及时止损，大家各自开始新的生活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有些东西是应该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但分得不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你已经给自己的行为下了定语了。当你自己说自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始这段恋情，简直是胡闹，其实你内心是有愧疚的。就这种愧疚，不管是对于上一任男友，还是对于眼前的他，其实我更觉得这种愧疚是给自己的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尤其是胡闹那2个字，说的声音特别小，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，但其实那个胡闹你是说给自己听，你也觉得自己上一段没有分得彻彻底底，下面这一段也开始的不是干干净净，你自己对内心是有点苦恼的。
有这点苦恼，有这点愧疚，说明你是想洁身自好的。但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，别说你了，在这样的一段时期，人的确容易迷失自我。其实这样的一段对话，其实应该尽早开始。就比如说今天你说出的那番坦诚的话，应该尽早的在你们俩之间完成，而不用到这儿来。你可以跟你的前男友继续谈情，却可以在生活当中与他相伴。爱情和陪伴，最可怕的就是两者分开了，结果到了最后是害人又害己。你说对吧？所以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感情负责的方式，就是一定要做到陪伴和情感的统一，也是那个古老的话题，灵与肉的统一，一定要是一个人才行。所以你今天既然已经坦白了，你就不要害怕伤害，因为长相以此这样下去的话，其实到最后伤得最重的不是他，也不是那个男生，是你自己。你听明白没有？行了，收起你的眼泪，你差不多就算了啊。我个人的感觉是你没有多么爱他，你要么你就跟他说，如果你跟你的前男友，你觉得你们之间还有可能，我可以暂时退出啊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开始，我也不允许这个爱情当中有丝毫别人的影子。你并不介意这些，你还不照样把它扯到这儿来了吗？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之间陪伴的程度大于感情的程度，而他对于你基本上没有感情，都是陪伴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开开心心的，因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，经历了这么一件事儿，比未来的某一个时间，再有这种感情上的剥离要好得多。这就算成长了嘛。男生也记住啊，以后不要那么纠纠结结的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吧，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们感情不是很深，但是当我们在一起越久的时候，我越觉得对你挺依赖的。但是刚才经过一番交谈，我又想了很多。我觉得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改变的话，改变你以前的一些问题，我想我们也会有一个好结果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，那我也会祝福你，我也会尊重你的。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也算是比较幸福，我不会后悔有这样一段感情。其实我也不是对这份感情没有付出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要在一起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，请回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